现在他们把这个东西攀比的，就是所有的导演在攀比票房。它只有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个票房多少，那不就完了吗？你要背叛，你先要信仰什么？你现在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就这些人这时候价值观沦陷，勇气完全没有，就当个缩头乌龟都不敢，就是我还是放不下呀，我得当大腕儿啊。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 Talk Show， 我是主持人袁丽。我一直有个困惑，伊朗和中国同样都有审查制度，为什么伊朗创作了不少伟大的电影，而中国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谈这个话题，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伊朗战争，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国家和那里的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2026年春节档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是一部由中国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的谍战片，叫《惊蛰无声》，导演是张艺谋。这也让我想起了2021年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长津湖》，是曾拍出《霸王别姬》的陈凯歌。为什么同样的枷锁在伊朗成就了艺术，在中国却制造了宣传？今天呢，我们再次来和小说家、编剧严歌苓和作家查建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查老师最近是恶补了一通伊朗电影是吧？因为我对伊朗电影是真的完全谈不上一个全貌的了解啊，这它太多了。我零星看过一些，就很多年前看过那个离婚的那叫 Separation，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一次别离，对。然后还看过就是那个导演的另外一个片子，它叫 Salesman， 是根据美国的那个销售员之死改编的，对，它是里面跳故事。好像全英文就叫 salesman， 推销，对，都印象很深，就觉得很好啊。他拍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个神权政治问题，这个政权的问题，但是他拍社会问题就拍得很讲究，就里面的这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也好，就是这种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可是又是伊斯兰这么生活在伊斯兰社会，我就觉得他的表现很讲究，从艺术和人物的发展、剧本什么都很好，都拍得很好。然后当然后来就最近更多的看了一些就直面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治的关系，就是觉得又好，而且对他们的勇气。就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下，他们也审查绝对不低于中国呀。没错，被抓起来进监狱。对，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夜扑蝶，非常棒，太棒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导演，他也是被抓进去好几次。哦，这只是一场It was just an accident， 对，这只是一场意外。他是完全是偷拍的，因为他之前就已经因为之前的电影入狱。然后他一直就是就变成一个意见分子的这么一个制作电影的人嘛，然后服过刑，然后他这个一场意外，这直面是政治，就是政治犯，这些人被抓进去怎么受折磨啊，怎么被拷问之类，然后。有一种道德的侵犯，是不是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办法，终于得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把他也杀死？对，最后整个这个灵魂的拷问就是这种。然后他还是偷拍的，就是完全是偷偷摸摸。你看那个成本就极低，就是那几个演员什么在那儿，然后拍了以后偷偷的，这跟中国的导演一样啊。就中国一些，就刚才歌苓说的这些人，后来其中有一些也被禁过，对吧？就是比如说《霸王别姬》好像也被禁了，当时没在国内公演，后来好像公演了，是因为得奖了以后吧？得奖了，是吧？张艺谋是肯定是因为拍《活着》是被禁拍了2年，对。然后姜文拍《鬼子来了》也是禁了5年还是什么？其实这种，然后田壮壮、蓝风筝一直被禁，对吧？但是你看他们之后的选择非常不一样。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个田壮壮的选择，就也是正好他在我那个80年代访谈录是唯一的一个电影人，就选了他。但是实际上他因为蓝风筝处禁，他反右文革一大堆嘛，就是一个北京四合院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基本上就歇了。他后来又拍了几部，但是不是那种所谓一线的什么票房什么都谈不上。然后他在电影学院教书，培养学生什么的，但是他保留了一个底线。其他这几位就简直后来面目全非啊！你看这个《霸王别姬》之后可能是金星的吧，一句俏皮话，说是这个《霸王别姬》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之后他就拍了《无极》，《无极》是他的中国电影一个墓碑。
从里程碑当无畏，我觉得他给他这个地位都有点，就是说我觉得这话又犀利俏皮，可能还不够，哪是一块里程碑，就一批人，简直是碑林呐，就是一堆墓碑。你知道这些人后来转向张艺谋，后来拍了些什么东西啊？都是从英雄开始，就是歌颂专制这种大片儿，就是他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富丽堂皇，大制作互相比着这个票房和预算和名声。可是实际上跟伊朗电影人比，就完全所谓的就是良知的底线都没有了。我觉得他们不光是不去触碰，就不是光是保持沉默，他们要吃这碗饭，还吃的就是吧唧嘴，还挺香，就是完全是在帮凶，你知道，就拍了一堆这种就是帮凶的电影。对，我觉得啊，后来我不知道格林同意不同意，这可能过了。所以上次我们谈芳华，我觉得芳华是就是你只能是拍到这个程度了，在这种点上还看得出文革里边的那些阴影。可是同期拍的都是些什么呀？就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能想象吗？如果文革是我们大屠杀，就等于是在拍一堆党卫军的中下级军官那时候的好日子，他们的青春，他们的荷尔蒙，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的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可能是别人的凄风苦雨的黑夜，对吧？你的天堂是别人的地狱，连一点这个意识都没有。他可能表现的本身是那堆人那时候是很欢乐，而且是一些青少年。可是你看同样的表现，前些年就西方出了一个电影叫做《The Zone of Interest》，对，你记得吗？我也特别喜欢讲中文叫什么？奥斯维辛的那个，对，利益的区域吧，还是什么？利益区域，就是一个奥斯维辛的一个军官，他们要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就管理那个奥斯维辛的监狱，把东西分过来。哎，对，他们就在那儿过得很好，越来越，他和他太太一家人都过得非常美丽的生活。一墙之隔，就夜里就在烧那些犹太人的尸体，那些烟冒起来，然后那些惨叫什么那些一墙至少他虽然他全景，他主要是在表现这家人的美好生活，对，同时他就告诉你这不是那个时代的全部，有一些人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在下地狱。你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表现这个一点没有这个意识，完全是一片红海洋，然后唱着什么红色歌曲，过得很好，一些少男少女在那儿过他们的青春期，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谈到实际上就在北京多少人在受苦受难，在受虐待，这个国家完全丧失人性，疯狂的兽性发作，难道不知道吗？姜文就是演芙蓉镇的呀。对呀，你不是不知道啊，你可能是表现的真实的生活，比如他根据王朔的小说，他们这些大院子弟，中下层，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大红二代，这些大军二代也很多也倒霉了，因为老毛要夺权，他那些倒霉，他们这些最得意的就是他们是没有受任何苦的，他们正好也没事，也不用上学了，玩呗。对，然后也没人来批斗他们，也没人管都是一些小不溜的特权子弟，对吧？所以这种电影完全没有，不仅没有历史的反思，你是等于是帮着伪造历史。我这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啊，大批这样的后来的这些歌颂政权，陈凯歌拍长津湖，你难道陈凯歌读这么多书，也号称自己也觉得是个知识分子、文人导演？你难道不知道韩战是金日成先破坏联合国和你先侵犯南越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个韩战的真实是怎么？你敢说吗？蒙着眼就是什么歌颂配合现在的习近平要搞的这一套，就从抗战到韩战全部是伪造历史。你至少可以不拍吧？不仅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今天我们要谈中国电影。肯定就绕不过张艺谋。严老师，您和这个张艺谋合作过《金陵十三钗》《归来》，就是和这个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而且呢，您和张艺谋之间还有一场没有结束的争议，您愿意说一下，就是是怎么回事吗？其实我觉得老谋子还是有一些很想去做，比如说陆犯焉识，他就说我这次一定要这个清心寡欲的，要好好把这样的一个片子给拍出来。他也讲到，他有个姑父是过去是给关在这样的监狱里面，然后他的姑父和他的
奶奶是怎么样，就是两个人，他姑父已经被放出来，怎么碰到他的奶奶在街上，然后他姑父把他奶奶给背回来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些细节，所以他是有一个心结想拍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能够展现到这个程度，已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后来不是这个陆犯焉识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就拍成了归来，然后前半部分就是当中这个陆焉识请假，然后跑出去看他女儿，就这么当然它是一个科幻电影吧，然后就是这么一段戏，就他把它拍成了。后来的也是一个犯人看电影的这么一个，他把他变成了一个不是政治犯的一个犯人，对吧？就想看他女儿在那上面的1秒钟，是这么一个电影。那就是说，这个电影本身已经被打压的一塌糊涂。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就是柏林的时候，就收到了，就是说你要跟我们一起导演邀请你来走红毯，然后我还去。这个很高兴的去买了走红毯，我也没有这个衣服，对吧？我就买好了以后1个星期，说这个国被 pulled back，所以就是说，就这个就说有什么技术问题，不能够参加这个竞赛单元了。当时我们大学所有的人都觉得是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对吧？那外国人也明白，就是说整个的评委会都明白。那么好啦，那就拿回去改完以后，终于出来了，就跟我背地里说，歌林，你的名字，如果你的名字上去，我们在中国发行就发行不了，就把你从演职员的这个对，表上他本来有一句就是感谢严歌苓对这个片子的这什么贡献，对吧？然后那我说好吧，我说那也不能让投资人投了资回不来。钱呀，对吧？我同意了。但是你卖到国外以后，比如说像欧洲，你这个欧洲人对这个版权，对吧？是非常非常尊重。况且我们已经这个电影已经是这个入围了这个竞赛单元的，这不是个秘密啊，对吧？那你在国内我配合你，到国外你还这样啊？那我干嘛呀？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事情呢，最愤怒的呢是我的。先生，对，因为他这种观念特别强，那怎么可能就把一个人的原创就给抹掉了呢？对吧？就张艺谋的团队告诉您说，是中国政府下令删除您名字的，因为您曾经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就是对新冠疫情的处置方式。然后呢，就是1秒钟在柏林上映的时候呢，您和您老公还有一些人到这个影院外面去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不是那个影院正好就要上映公映那个电影，后来我们听说了以后，正好我在嘛，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电影院其实挺好的，在前面加了一幅，就是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然后那个其他的欧洲其他的国家的放映，比如说是斯德哥尔摩啊什么的，它就照样是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尊重原著版权的这么一个，就这么放了。所以我只能管到就是这个地方我能够去抗议的，就我也不可能全世界坐着飞机去抗议啊，对吧？我做了一个抗议总就是一个姿态吧，对吧？能够顶什么用啊？顶不了什么用。那我们也许稍微可以说一下，就是您作为这个在中国很多年都是最红的、最厉害的这种电影编剧，您在这个和这些大导演的创作的时候，您和张艺谋合作，和冯小刚合作，和陈凯歌都合作过，就是这种电影审查对于您的这个创作写剧本的时候，您脑子里面是很多框吗？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种电影审查对于艺术创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哎呀。就无从说起是吧？一声叹息啊，因为我觉得去跟这些导演谈完以后，我下来写，其实我已经是一个不能完全算中国国内的那对吧？有那么很警醒的一种思维，对吧？我就是认为这有什么
不能写的，就是说写上去了，又写上去以后，包括我的小说也一样。哎，我这有什么不能写的？这不也没骂谁啊，对吧？然后就是这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我和中国现在国内本身的那些作家是很有区别的。我一般就在那儿谈完事儿，今天中午谈完事儿，我下午就走了，我不会在那儿多待一个晚上的。而且您也不跟剧本，不跟剧组，绝对就只写一版是吧？不，我一般就是这个合同上，如果说是写2稿，我就写2稿。对。那个影片做出来的时候，和您原来的剧本都差得大吗？就是哪一个是差的最大的呢？看的，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连这个大演员他也会带来2把刀的这个来给你修台词啊什么的，这也不完全是，所以很多人对也不完全是审查的问题，很多好的台词我看没有了，我也没有好好讲呀。对，我很有所谓啊，但是有什么办法？那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嘛。但是你没有特别感受到这个中国电影审查对你写剧本的这种影响？我觉得直接的影响就是《芳华》。芳华当时就是说你们要停止路演，就赶快说这个档期已经被撤了，不要路演了。就是为什么不能跟外界说，不要说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各种各样的猜测，非常侮辱人的猜测都出来了。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也不能够，就是百口莫辩吧。那芳华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最后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给你解释。你知道一般的中国解释都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懂的，他不用解释。他没有跟我解释，犯不着跟我解释，他肯定是跟导演跟制片人有解释，或者所以比如说冯小刚应该是知道的。可能他也不知道，因为我采访过王小帅嘛，王小帅就是讲他们那个就被要求修啊改了好多版，又改了，后来就完全就很痛苦这样子的。您可能不是太经历这样子的一种，就这个过程您是不会经历的。不会的，我不会的，那这个是最痛苦的就是导演。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asavi。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i 下载。感谢 Masav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伊朗电影，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伊朗电影的这个审查制度被称为艺术绞刑架，就是女性呢必须戴头巾，不能唱歌跳舞，不能批评宗教政府宗教，不能用艺术手法向社会展示社会腐败呀、堕落呀，还有这个作品隐喻这个女性权益缺失，就这些都会被判，导演会被判监禁和鞭刑。就有不少我们前面那个赵老师也说了，这个伊朗导演都付出了很大代价。就比如说你刚才说这只是一场意外，这个导演帕纳西被判6年徒刑加20年禁拍令，然后这个一念菩提的导演拉苏卢夫被判8年监禁。然后什么罚款呀、没收财产，就这些都比中国导演面临的这个惩罚要严厉得多，而且他们是真的是就是这个拉斯卢夫他是坐了2次还是3次牢，还是单独关押，就同样是审查，就是为什么伊朗的结果就是说他们好像在这个限制中找到了这种新的艺术语言，然后呢，但中国的结果就是这个一流的导演去拍这种的惊蛰无声啊，还有长津湖，是中国的审查制度比伊朗更严厉更有效吗？还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不只是审查制度，我同意格林说的，审查制度是一个大的一个枷锁，一个就是吊在头上的这把剑，谁都知道。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一批电影人，这不光是电影人了，应该说是普遍的。中国这一代人，就是毛时代成长过来，一直到现在这一代人的素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整个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了解伊朗的历史，只是大概齐的知道一些，就是居然有这么多导演，而且他们不是同一代的，有50后，有60后，还有更早的，还有70后啊，还有70后，现在都开始有80后了。我看的还是一些男导演，也有一批女导演。然后为什么这么一个就是严酷的社会之下，还有这么一批人前仆后继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确，这个民族一点不缺聪明，而且很高的所谓的东方智慧，缺的现在就是这种价值观，就是非常坚定的、明确的价值观和勇气。这两个都是稀缺的品质。首先，这个价值观在这一代电影人身上，我说的就不只是电影，我们现在只谈电影的价值观的缺失就是这个所谓红卫兵一代、第5代都是这一代嘛，这一代长起来，文革当中长起来的，他们就是简单说就是都是喝狼奶、吃糙粮长大的。喝狼奶是等于给他们价值观完全是颠倒的，就是一种仇恨教育，残酷的教育。你看他们后来拍的很多电影里有很多非常就是虐待和自虐的这种成分，血淋淋的那个姜文的什么就是后来的这些江湖片、土匪片，就是莫名其妙你。很多人在那儿一厢情愿的很多政治解读，其实都是混乱的。你知道这些价值观都是非常混乱、大杂烩，一些好莱坞的技巧，加上一些江湖传说，再加上红色基因，这红色基因是贯穿的。对，就这些，你从陈凯歌那个当时得奖，大家是觉得艺术手法很新鲜哈，黄土地一个，你自己想想，全是红色的，红色电影加了一些西方的、欧洲的。现代电影的这些手法拍出来的，那到后来他们这个转折就是都经过一个受挫，都是你看，就93年还是94年这几个所谓的当红导演，都出了他们所谓最好的也最叫响的片子，比如说《霸王别姬》，比如说《活着》阳光灿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然后之后全部转向，就是说他们在得奖得到了各种吹捧之后，这个受尽，然后中国社会也在转，对吧？然后这个商业各种名利的诱惑也在出生，这时候他们的价值观彻底沦陷。我觉得，因为他们首先他们那个价值观，你都说不上是背叛。就我以前说过，你要背叛，你先要信仰什么？你现在发现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的信仰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这种红色基因、红色教育起来的这种信仰，所以他们对共产党也不能说他完全就是，你知道，就是不相信的，他们那种反叛，你回头看他的电影，并不是真正的深入的反叛，反而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张艺谋其实最好的，反而我个人认为是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他对那种传统文化里边父权的那种对女人的压榨，那个我觉得是蛮精彩的一个东西。但是那另说着，他们都拍了一堆这种有红色基因的，然后之后这种左翼基因一下子转到就是商业投机加国家主义，就是政府开始越来越强了，钱越来越多了，你知道要捧哪个臭脚，你才能有钱，你才能通过审查，你才能保持你的一线的状态。就这些人这时候价值观沦陷，勇气完全没有，就当个缩头乌龟都不敢，就我还是放不下呀，我得当大腕儿啊，我已经都这么大爷这么大腕儿了，这么大咖了，我怎么能退呢？就说他这个体面是这种体面，你知道，是名利场的体面。我前面说就是这种，就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体面完全没有。就说我不得不挣钱呀，你什么你钱是挣不够的。你知道他这完全，而且他们已经都很有钱了，非常有钱了，住的什么一些我都不说名字了，就是很有名的电影人住在什么叫名流花园，那时候是90年代末，我心想你就冲这个名字你都不能去住，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住一个名流花园，然后拿着什么大手机带着助理都觉得自己是爷，你知道什么加长的轿车。就传统的那点底气那种就暴发户，完全是暴发户，就是什么一坛你什么一瓢饮一坛食回也不敢这都是老话呀。就是什么咱还不说什么危邦不入乱邦不显。你在这种时候，一个衰世，一个黑白颠倒的事，你成名成家，你是耻辱，你没有脸，咱们要点脸行不行？
就完全我这是价值观的混乱，对吧？这是一个懦弱，这又是一个就不敢出。中国不是没有好的电影人，大家不知道胡杰、汉子一直在拍《寻找林昭》。我那时候都90年代还是2000年，我问一个大导演，我都不点名了，你知道胡杰是谁吗？拍过林昭？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这种小制作也发行不了，对吧？然后这些一批纪录片就拍得很好，小制作的纪录片，不知道。唯一一个成功的，我也觉得也很佩服的一个，我觉得也非常聪明的，就是拍点真实的普通人的生活。贾樟柯，有吧？他也经过审查，但是他也没有改变，他也没有越过底线呀。他没有直接像伊朗导演就像一夜菩提，等于是在拍他们的天安门，拍他们的6·4，而且拍得非常有意思。他不是从一个广场的抗议者的角度，他从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高官，一个法官的角度，然后他把这个里面的错综复杂，这种人性的这种层次阴暗和街上，简直就是我真的觉得太棒了，既是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然后就明知道。马上被禁，马上追捕鞭刑，然后他自己好像逃亡出来了。他逃了28天，还爬雪山，被藏在各种的村庄里面，是被2个专业爬山的人给他运出来的。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使得伊朗的电影人，伊朗的就是这些精英阶层能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看他们电影里面价值观都是很对的，你知道，就是那个人性的良知都是很对的，很准。对，他对每一个这种人物还有这个情感的表达，你说我们不是伊朗人，我们看了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对的，对吧？没错，那不是演的这个 decency 呀，很多的中国很多电影这个表情这种表达。Very alien，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人性当中最准确的那种东西，对吧？它就不会感动人的呀。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中国真是这多少年的共产党的教育，这种党仇恨教育和这种完全没有文化的操。你知道，真是就是跟伊朗没法比。伊朗毕竟虽然我们也都知道，这出伟大的文学是吧？波斯诗人海菲斯我们都会知道，但是我们也有唐诗宋词啊。问题是这个东西断了，他们有宪政革命，跟我们时间都一样。你像就05年那时候慈禧死之前那个，像就是1905年呀。对吧？然后他们之后有宪政革命，后来还有什么的White，就是白色革命，就是这个巴列维王朝，所以他们也有议会了，有宪政，然后后来也有人家也搞基建，也搞经济发展，但是这一批出去留学又回来的人，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他们在不懈的在就是推这个东西，再让这个社会保持良知，在开化。中国的为什么就没有？就是代价的残酷不能解释一切，而一批包括我觉得中国的精英，我们也要分着说，有一批啊，我说除了电影人，也有一批法律人，一批作家，有很多很勇敢的对记者，一直不懈的在努力，但是这些人都被打到边缘去，而这些一线的导演全都在那儿假装，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全是名利之徒，你知道，都假装不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这个代价，他们不愿意付。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伊朗导演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市场的诱惑，他们没有什么退路，所以呢，他们出来的东西就更纯粹一些。但是中国导演面对的一边是审查，一边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和几亿的这种的多少亿的这种票房，然后这种诱惑是伊朗导演不需要面对的。我不知道，就是严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就是这种商业化和审查制度，哪一个对中国电影的伤害更大？都差不多。对，我觉得这跟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的这种性质，对吧？也是分不开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种人是这么 secular 的，这么世俗化的。世俗化到这种地步，它不会有艺术的。对吧？不会有真正艺术的，因为艺术本身来讲，它是一种精神的产物，是要去相信它。比如说我写出来，现在也差不多就是自己出，要不然就放抽屉，对吧？就是这种，对吧？那我还是要去写的，对吧？这是写是我的一种功课，这是一种精神功课，一种心灵功课。
不是为了就是说我这本书可以卖多少册，我这个电影可以有多少票房。现在他们把这个东西攀比的，就是所有的导演在攀比票房，它只有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个票房多少，那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不就是把世俗化推到了就是一个恶俗化，对吧？就是一个彻底的庸俗。一个完全庸俗的一个文化，还有什么文化呢？非常同意，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对，就是这个就中国没有宗教，可能伊朗的这个宗教的恶，就是他在你看女人都看的电影里面，女人都是一些活动的黑帐篷，我真的看了，作为一个女性，真的非常难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就是有一种信仰的东西，它可能不是那种伊斯兰教的绝对的信仰，但是它有一个超越性的，就是歌林说，它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不论他是在追求现代性，还是在追求一种鄙视价值，还是怎么样，它有一种精神性，它超越这个。波斯不是没有，波斯大商人非常厉害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好东西。你看那个《一夜菩提》里边那个，就是他们一些有钱的家庭里面那个摆设。整个那些小的东西，你都觉得也很精致讲究的，非常精致，非常讲究。他们是一个非常文明的民族，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好东西，这些物质的好东西，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维。就现在中国的这些一线导演，这些就是全部我们就说就是 sold out， 真的是出卖灵魂啊！就是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种物质人，但完全就是功利化。这中国的世俗文化加上中国的这个宗教。就也是很功利的，不是中国人只要能让我发财，我什么佛都可以拜，就这种非常功利化的所谓宗教。然后共产党其实他早年的那个信仰，共产党早期是有一个勇气的，有很多不怕死的人，可惜他这个价值观颠倒了，可是他这个价值观错了，到后边越来越颓了之后，他也变得非常实用，非常就共产党也要发财，也要就是他们是拿大头的，你知道，这是全球化的红利吃的最大的，其实是他们这些高官大官，是吧？然后让你们这些资本家也跟着发点财啊，你们这些影艺人也可以，你们发点财，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位置啊。但是这个诱惑对这些没有精神信仰的这些文艺人。实在是太大了，就淹没性的。我因为要做这个选题，我就查了一些资料，我就发现就是2013年的时候，张艺谋在接受采访谈审查制度的时候还说，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还会存在很多年，是我们的国情，是我们的体制。等等等等，就随着中国的开放了，这种各种改革了，然后我希望这个制度越来越宽松，这样子我们的空间能更大。那时候当然就是我看着说，哦，原来2013年的时候，大家当时还可以谈审查制度，还希望这个，现在已经完全，他这次就是拍这个国安的这个片子，他还要感谢国安部给予的信任与支持。说国安干警陪伴着剧组创作，让他感到充分的创作空间。我就觉得，这歌林可能不好说，我觉得，毕竟那么多合作，要放了我也很难说到底儿。就我来做这个，你来做批评的吧，来做这个，就是把他本人这个生活这个哲学就是活着。真是和英伦派的电影就是活着是第一，不仅要活着，他是一个匠人。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某种陕西人的口号，就是我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你上面是什么，我要活着，我要做电影，我是宫廷御将也好什么。和王朔有一句话说的比较狠，说他就是张艺谋就是一搞装修的。说的没错，就是你这个是一个专制的宫殿，我也能给你刷的富丽堂皇。但是80年代的时候有点理想了，希望我也能拍这个，对吧？然后民族主义起来，你看他红高粱到后来什么的，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出来。现在到这个这个惊蛰之前，还有什么《满江红》，什么又碰上岳飞的，就这种恶里面那种戾气仇恨，就是完全是一个里面的人全是就是。
为了目的不达手段，不讲手段，这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共产党的哲学，对吧？你看那个《满江红》里面那个磕头啊，那什么，就是这种。你还看了？我还没看。我看了，哎呦，简直就是阴暗到底啊！各种就好多电影，我现在都不能举了，我这一个人都就，而且这里面就是这种男性的这种心理，就是他要为一个人当太监，可是他要发泄出来，我是个男人，所以每个人心里他都是一个小老毛，你知道，他也是一个毛泽东，他在家里他是毛泽东，你知道，然后他去就是虐待比他更弱的人。其实你说这些导演不知道，我又不点名，就是一个大导演啊，跟我私下说中国的出了问题，当然首先是中国男人出了问题。我当时非常惊讶，我就说居然有这么一个大导演，男性的啊，看到这一点，然后我就跟了一句，我说那支持近乎勇啊。结果人家一转身拍的越拍越都是这些，就是这些恶心的烂片，越拍越烂啊。但是这是一个集体的病灶。就是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也其实是我的那个问题。就比如说陈凯歌。他是文革的时候看着他妈妈在那被批斗，他写过很好的对那个书叫《少年凯歌》，讲的就是他文革当中亲眼看着他父母被批斗，他上去推了一眼，然后之后他的那种罪恶感。对他，所以他那个拍那个《霸王别姬》，是不是我们都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也非常喜欢。我是去年还前年的时候在纽约又看了一遍，还是很震撼，还是哭得一塌糊涂，就是觉得哎呀，真的还是好。而且他不只是。就是政治出版文革，而且这同性恋这讲，就张国荣讲，真是光彩照人，他是一种就是让人惊艳，所以他破了好多禁忌，真的是一个高峰。从艺术到题材到表演，真的是好。对，那这个人怎么就会后来就能拍长津湖？而且我这次看我还很震惊，他后来长津湖以后，他又拍了2部，就是所谓的抗美朝鲜战争的这个片子。3部曲了吧？好像抗美援朝。对。就我就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就说他到底对自己的认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从小长大的这些东西，他以前的这种对文革的反悔，我觉得他已经忏悔了，回去要干，又回去，我觉得。对，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呢？就说再来一次文革，爸爸在搁那儿，你还去打他吗？对不对？那可能还要打他。对不对？这个我理解，就是他们都是说我得在中国拍电影，所以我这条线他要踩到哪天，他们都是很精准的，就是不能越维持一步。但是毕竟他拍了这么一个片子，这个作品放在那儿了，对吧？我说实话，回头看也不知道他怎么能拍出这么一部片子来，之后走了这么下边就是一个比一个烂。就我说的，就真的，你们能不能就是哪怕你沉默，你就拍点小片，不要你触犯重大题材，你能不能就是沉默，或者拍一点别的片子，对吧？不行，就是还要狼狈为奸，要当那个狈，就是真的是就是这吃相越来越难看，完全不知道就是是非混淆。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还要说服自己，我是爱国的。就是这种爱国教育啊，民族主义教育，不是这个现在这个伦理观点都搞错了。国是什么，对吧？国家是这个 state， 对吧？这 state 和祖国是2个概念。是，但是他要非要把这样的概念都给你偷换掉，都给你强加在你头上。我说曹雪芹不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对吧？他是我的祖国产生的，所以我爱的是那个祖国。是产生了曹雪芹的那个祖国。我的问题其实是说，这些人他们需要说服自己吗？他们需要说服自己，我是因为爱国，我要拍这样的片子。不会，我想不会。对，绝对不会。对呀，这是我的疑问。有鲁迅的那种说，我从来不计以最恶毒的心理去想象我们的国人。鲁迅，我感觉活到今天都得吐血而死。不是吐血而死，死8回了都。吐血而死，因为鲁迅，我现在说他是盛世。鲁迅那时候，当年我还觉得鲁迅真够刻薄的，说什么中国没有什么乱世和盛世，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现在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了，盛世嘛，对吧？所以但是这些人他根本不觉得可能做奴隶为耻，他们这头磕的梆梆响，那这吧唧嘴吃饭吃的香着呢，不知道吃的是屎还是饭，但是反正吃的很香。
就是我还看到2012年《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正好是那一年，就是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有张艺谋当时就是他导演的这个《金陵十三钗》，您是这个编剧，也是您的小说，就那部电影是号称一切向好莱坞看齐，是一部大手笔大制作的电影，好像有26个国家的演职人员参加制作，他没有得奖。我很好奇，就从您现在的角度来看，你怎么看当时这种事情？就是说中国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可能一直吧，就是特别向往，就是得到好莱坞的承认，得到奥斯卡的承认。您怎么看？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当时这个事情，当然我也开心啊。你要是得是吧？那我当然我也很高兴啊。但是我就想啊，这个事情永远都是这种相悖的。你越不这样想，好傻嘛！你看，有时候一直在这么想，对吧？一直是这样子而且用的动词都是非常非常这种可怕的，就是要冲，要闯，冲奥，一个是这个奥运会，一个是冲奥斯卡，就用这种词，还有诺贝尔奖，还要打什么什么什么，哎呦，我说你就好好做你自己的东西吧，对吧？你好好写什么，你觉得自己写得好就去写什么，对吧？其他的那些东西你能怎么样呢？对不对？然后就是一再的显得很傻。用力过猛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很傻是吧？现在回头看就很傻，是吧？包括我自己，我也兴奋过，就是很傻，4两拨千斤的东西，对吧？从李安的那个断臂山，对吧？再到这个赵婷的第一个作品，对吧？那个作品我很喜欢，非常好，对吧？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干嘛呀？那他只是想。因为我喜欢他，我干他我就觉得对了，全对劲儿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干到浑身都不对劲，还是纯粹，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导演都是一样的，就你前面说是吧？还是有一些很多纪录片导演都非常有勇气，而且拍得非常好。真的，胡杰的纪录片，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遍，能找到都去看一遍。我真的是很有力量。看完以后真的是觉得我算什么？我这点牺牲，然后人家的那种也是生活在就是经常很边缘，很边缘，而且也受威胁。他也完全很清楚的、很平静的过着一种非常粗茶淡饭、简朴的生活。因为我去过他们家，就夫妻俩下厨给我做的饭很简单的家常饭菜。非常淡然，他们就很接受，很接受。我就是一个边缘，我就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同时我知道他们在被监控，然后他们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拍电影要做备份。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导演啊，包括一些女权的这些拍女权片，我们说的艾晓明，对吧？就非常勇敢的人非常多，而做维权的有一批做了监狱，然后之后就完全被销声。就是你在公众平台上，就我有些还在我的就是连的，比如说他在的微信群里边能说点话，但是就是说所有的公众平台、公众号全都不能有。这是作家，那电影当然是就是他需要有大量投资、有团队，他这个就是更大的一个代价嘛。啊，我们如果说的什么一点，的确，电影导演你要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一个作家要更大，因为他的诱惑更大，他的公民就是这种公民心这种回报也更大嘛。所以如果一旦是失败，他的压力也最大，你还要赔钱，对吧？人家的钱。还有不光是你一个人，就是写作的人就是自己在家写就好了，是吧？对。导演就是你有一个剧组，很多人都要和你一起工作。如果这个片子真过不了的话，就会吃一碗饭，等于人家的饭碗也没了。因为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娄烨，就比如说，因为娄烨被称为中国的禁片之王嘛，然后我看的是纽时有一个采访，应该是几年前吧，19年还是什么时候有一个采访，就是当时我忘了是哪一个片子，好像可能要被禁了什么之类，他同事说，那我们吃什么？就确实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娄烨还是挺了不起的，就是他拍了这个《颐和园》，还有这个关于疫情的这个未完成的电影。其实我昨天看那个就是伊朗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叶菩提的这个
这个里面它也有很多的用的这种的手机的这种竖屏的这样子的，让我就想起来未完成电影里面它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用当时的那个疫情的那个。而且我觉得应该补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伊朗电影，这些勇敢的冲禁区的导演付了很多代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想象，可能还有更多人数的在拍那些所谓主流的，就是伊斯兰国政权他们能通过的。那所谓审查，如果都通不过，那不就没有电影业了吗？所以可能他们也有他们一大批的他们的陈凯歌、张艺谋，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他们也有一批他们的当红导演，但是我在国际上我们听不到。我说实话，这也很残酷。你要了那个，就你不能什么都要，你要那个就是一些真正追求艺术的，用艺术标准来看电影的，你们就是零。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也没有兴趣知道。你们可以红极一时，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在艺术上你就不要说了。你就是说这种传统的，就是我一直就很讨厌那种所谓中国传统就管这些文艺人叫戏子，就觉得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格，只是演戏。可是那是很侮辱人的。可是后来就说人家是艺术家，但是你要对得起艺术家这个身份，这个都是有底线的。就是这个一夜菩提，我真的是看了。我就觉得，哎呀，伊朗和中国就是在体制内，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对话，就是父亲和女儿的对话，特别的，就和中国的这个一个体制内的父亲和一个有一些反叛精神的这个女儿的对话，非常像，非常像，真的是像的一塌糊涂。我就觉得完全可以就是适用于中国。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一些就是讲这个现实题材这个伊朗电影里面，情节往往是有幽默感的。就像这个帕纳西的这个Taxi， 就是继承人生，还有这个就是那只是一个事故，就是它内容是沉重的，但是它形式呢却是这种有黑色幽默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不是也透露出来他们这些电影创作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他们看待反抗的方式，就是相比之下，就中国的有一些这个独立电影确实是很有反抗性，但是呢又比较容易就是有点苦大仇深。我觉得就是这些人都是有平常心的，他有平常心就是非常自然的表达，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表现幽默的，他就自然而然的流出来的。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要揭露什么东西，就变成了一个，他又有了一种使命，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限制，对吧？我不能够太嬉皮笑脸，对吧？然后就这样子的。我想，哎呀，真的是，看了人家那种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自如啊、自在啊。非常羡慕。我看了这个一念菩提以后，我对这个导演真的是 fascinated， 然后我又去看了他的《纽什罪》，他做了一个很长篇的报道。他2010年的时候，他是因为另一部电影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监狱里面。他反思过往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伊朗艺术电影赖以生存的寓言手法令他感到厌恶，充满了懦弱和同流合污。因为他说就是很多时候因为他们要过这个审查呀，而且要在伊朗生活，他们不可以把这个就是太尖锐，就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寓言的，让大家去用隐喻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观众自己去解读。然后他说呢那些隐喻和寓言之类的东西其实是极权主义的美学，它是一种隐晦的压制，阻止艺术家表达自我，阻止他们表达真实的意图。这种美学导致了电影的政治阉割。我已经厌倦了这条路，我想创作写实的影像，在我的艺术中表达自我。我不知道你们俩听了这段话，我当时看了这段话，我觉得太震撼了。因为中国互联网上、中国电影什么的，全都是这种隐喻，全都是寓言，你们去意会吧。对，就这种极权美学这个词很准确。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真的现在就充满了这种极权美学。张艺谋是一个代表，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因为他最早就是他是摄影出身的，所以他的那种画面的那种绚丽、那种花哨、那种华丽，但是他后带起了一批风潮，就大片儿。就观众看的都要这样，就是十面埋伏什么什么，这都是这样的。然后里面的那种整个基本价值观的颠倒错乱，反而就是浑然不觉。你其实就是以前有一个，就是说你好像有时候审美越极致，就是越毒害越深。就是你如果价值观错了的话，
就这种毒其实更厉害，就让人在一种美轮美奂的当中你就着了道了。但是他们的这种极权美学还是没有那个给希特勒拍片的那个女导演，对呀，没有对，没有他拍的那么好啊。当然，我就是说，不是我说的就是吃操食嘛。我前面不是说嘛，就是除了喝狼奶给他带来一种暴力的这种暴虐的阴质的心理、扭曲的心理之外，他还是吃糙粮，他没文化。我们就说一个什么话，中国这一代人哪有文化呀？是红卫兵一代长大的，恶补一些。我说的这个包括我在内啊，我们当时就是80年代初一出国就发现我们什么知识分子真是笑话，我们什么完全是就是一个知识结构残缺，一种空白沙漠地带，盐碱地长大的一代。你后来恶补的这个底儿潮啊，你没有那种真实凿实的真的。其实伊朗我不细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大批的留学的时间很长。就是他们我说的前面有宪政革命，他们已经有一个政治改革，而且是前仆后继。这些人他们经过很多挫折，然后在这当中还不断的有出去留学，一大批海归啊，所以到现在我听说啊，据说就是伊朗，别看这么多神权，他们已经就是知道1979年搞错了，就很多知识阶层都知道，因为当时情况很复杂，因为确实有腐败问题，有外国问题，但是没有想到霍梅尼这一套集权的神权的东西带来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底儿，伊朗人都不支持他的政权啊。尤其是你从这电影就看到这些知识阶层、大学生，就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他们是知道走错道了，对啊。但是你现在已经力量如此的悬殊啊，你只能靠经济，比如说经济崩溃，原来他那个基本盘都是农村的嘛，那些农民他们是支持，破坏了他们的一些土地改革搞得也有问题，总之他们种种问题。但是都没有打掉，就是这一批中产阶级，这一批出去见了世面、有文化的，而且他有精神的支柱的，整个这几个加起来，我觉得中国这一代就是都不行，都很差。我说的不是所有人啊，我说都有各处，我说的是这些咱们现在谈的这些，这一代是比较差。我们在这儿说的这些就是中国的电影，然后在这我们当然批评中国的这些，尤其这种最头面的这些人吧。可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电影还有全世界电影，其实电影业都在面临看这个好莱坞乱七八糟。好莱坞就是还有这个就是他们都在面临短视频啊、短剧的竞争。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荧幕数量过去多少年是增加了3倍，但是票房呢，就是好像是退回了2010几年的这个水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就会觉得我们坐在这儿谈就是中国电影为什么做不出来伊朗那样的好电影，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怎么看呢？做电影的人，中国那些做电影的人觉得我们整天都焦头烂额，根本就说一边要被审查着，一边还要面临这个短视频了这种的短剧的这种的冲击。我们现在能做出来一部片子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还在这儿批评我们，觉得我们要让我们向伊朗电影来学习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的。那我的意思就要么你就别做了，你也别那么辛苦，对吧？对，你不就是活着吗？活得有尊严一点，怎么就可以改行，可以做别的，可以拍，你们也可以拍视频。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说，就拍一些，比如说一些文物的保存什么，就是这些专业性的题材的。我不是说大家都可以这样，但是粗茶淡饭你能吃吗？你知道中国的这种就是叫饥饿基因，我们都是饥荒年代出身的。太浓了，太强了。其实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是很差的，就是这种饥民意识，就是这种饥饿，不是只有60年、61年有啊，在其实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是因为人多粥少，对吧？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集体潜意识。还有一个，一旦吃饱了，一旦吃成这水平了，绝对不要再低下去。但是吃相太难看了，现在都吃相太难看了。对，你会另外一条路就是像贾樟柯代表的这种，你不能也不敢触碰这些重大的敏感题材、历史题材，你就去拍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小制作啊，然后你拍出你的质量来。你自己对自己有个标准行吗？你说你不要对我这么高标准，我活得多难。你对你自己是什么标准呢？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一点标准呢？
还是什么呢？对吧？这个的确，道德的尺子应该画给自己，不要画给别人。因为公众人物，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理。公众人物是要被批评的，因为你的影响力、你的平台、你的话筒太大了。你的作品不是光是你吃一碗饭的问题，你是在影响很多的人，对吧？所以你如果当帮凶，你实际上是在戕害很多人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头脑。这个是你跟普通的人我要吃晚饭，我要活，是不一样的。你不肯当那个普通人，对吗？你是要当所谓叫人上人，对你这个意识没有的话，别的也还是您上次说的，就是永远都要坐在这个牌桌上，要做 player， 就是我要打这场牌，人生如戏啊，一场戏，但是我要坐在牌桌上，就是说我要是那个手里有一手好牌，一个大牌，我要头面，别人要给我看我的眼色，给我上茶，给我端菜的，我要做那个角儿，你知道吗？他要做那个角儿，他做人不人，这什么叫人呢？他可能都忘了。哎，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就是中国电影的这些做导演是很挣钱的一个事情吗？不见得，不见得吗 ？No。呀，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导演，如果说这个赔得很惨，那么他再找投资。但是就比如说这种的张艺谋啊、陈凯歌了、什么姜文这些人，他们应该很容易吧？大家都想对，所有的人觉得这就是包括好莱坞的这些导演挣钱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吧？他要帮助这些投资人回本儿，对吧？他有这种义务，但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就把挣钱变成了一个最唯一的了快成了，对吧？就是说就我觉得就是当然还有一些导演吧，就是就是可以就是寂寞一些，但是就是觉得攀比啊，不是说女人之间为了一个包包攀比，整个这个电影界都在攀比。是这个明星他的这个这么高，我必须要怎么样，对吧？就是这变成了 ego struggle， 变成了一种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 struggle 呀。我觉得攀比心太重了。对，尤其这几个大导演之间，你看他那个什么一个什么题材，然后票房什么，对，这个对他们每个人的就把艺术给忘了。他们都70多岁了，还要这样子。哎呦，我知道，这都是就是我们的同代人嘛，60多、70多的，哎呦，名利心之强啊，就是是不是晚节不保，说的都是低了。因为我就说他还要有个节，你现在回头看才知道，80年代我们以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大家都追求艺术、追求自由，对吧？追求开放。回头一看，一大堆，其实根本他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就是他就跟着风潮走。那时候谈理想是高尚的，西化。那个是时髦的，他要跟着那个去弄那个潮，等到钱来了啊，国际奖的时候又是一批啊，然后金钱来了，他现在又追这个，他是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他没有原则，没有真正的一个自我的，他就是一个跟着名利场打转的这么一批人。好悲哀哦，好悲哀。